她是三国最神秘女子，容貌、才华、爱情都充满争议。郭敬明一首《蜀绣》诉尽她的心声。当郭敬明作词，李宇春演唱的那首《蜀绣》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因为歌词想起一个生活在三国时代的奇女子。传说中，她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神机妙算，又善于发明创造，是诸葛亮的贤内助。但在史书的记载中，她又是一个丑女。诸葛亮与她的婚姻也被人们认为是政治婚姻，非常现实，但是不够纯真。那么更接近真实的黄月英究竟是怎样的？她是美是丑？她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智慧吗？她与诸葛亮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诸葛亮夫人黄月英的故事。今天的襄樊市黄家湾是诸葛亮夫人黄月英的家乡，世人都知道黄月英是个丑女，但是从当地人们为她塑造的雕像来看，她不但不是个丑女，还是一个花容月貌的美女。在当地人的传说中，她与青年时代的诸葛亮是自由恋爱，两人是在相互了解对方家世、品行、志趣、抱负之后主动结合成夫妻的。历史的记载加上当时乡邻们的传说，让这位才女的故事充满了传奇。围绕黄月英产生了三大谜团：首先，她到底是美女还是丑女？其次，她的才华真的像后世传说的那样神奇吗？最后，又是什么原因让诸葛亮对婚后多年无子的黄月英始终如一呢？真实的黄月英应该确实其貌不扬，因为黄承彦跟诸葛亮提亲的时候说得很详细，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匹配。如果只是谦辞，应该不会说得那么详细。出于对诸葛亮的真诚相待，黄承彦想要诸葛亮娶他的女儿，必须实话实说。但凡黄月英在相貌上算得上一个美女，黄承彦都不会自谦得这么直接。而且诸葛亮娶了黄月英以后，还遭到乡里众人的耻笑，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成丑女。有人认为这是有人嫉妒黄月英的美貌，所以故意编出来的，这是不大可能的。以黄家在荆州襄阳地区的社会地位，如果黄月英被人造谣为丑女，那么家里人为了保护她的名誉，也会采取措施，而不会放任一般人颠倒事实，不在意对黄月英造成的伤害和不良影响。当然，很多人认为黄承彦说自己的女儿是丑女，主要还是为了考验诸葛亮注重美貌还是注重才情。诸葛亮当然更注重才情，但是美貌和才情从来都不是一对互相冲突的选项。在三国时代，既有美貌又有才情的女子不在少数。黄承彦既然把美貌和才情设置成2选1的选项，就说明他希望诸葛亮在娶亲时能够降低对他女儿容貌的期待。当然，黄承彦也没有直接说黄月英就是个丑女，阿丑这个乳名多半带有一些自我调侃的性质。头发黄，皮肤黑，只能说明黄月英不符合社会主流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并不能说明黄月英就是一个丑女。在新编京剧《诸葛亮招亲》中，黄月英被刻画成一个女生男相的形象，她面目刚毅，身形粗壮。京剧舞台上十分罕见地出现了昆生钱旦的组合，而且这个阿丑姑娘还很不把自己十分平庸的相貌放在心上，反而高调地表示男有貌女有才也是可以的。而诸葛亮之所以不在乎自己娶的女子是否美貌，也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小时候生长在齐鲁大地的青年，诸葛亮应该很早就听过无颜女钟离春的故事。丑女钟离春虽然相貌丑陋，但她既可以协助齐王治理内政，又可以带兵为齐国抵御外敌，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所以当听到黄承彦说黄月英虽然相貌平常，但是才华与自己相当时，诸葛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那么黄月英的才华究竟怎么样呢？在《三国演义》中，黄月英只是在诸葛亮死后，诸葛瞻迎战邓艾时被提到。书中的黄月英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还精通奇门遁甲之术。其实这多半是以罗贯中为代表的崇拜诸葛亮的知识分子群体对黄月英才能的夸大。传说中，诸葛亮在北伐途中用来运送粮草的木牛流马和当时改进的连弩也是黄月英为他设计的，只能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发明创造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观察和积累中产生灵感。黄月英作为一个远在闺中的女子，不大可能跟随诸葛亮亲临前线。《三国志》中说，诸葛亮是在北伐期间，军队驻扎在汉中时，经过了一个长期思索的过程，才造出木牛流马。木牛和流马是2种运输工具，流马适用于崎岖的山路运输，而木牛则适用于在较为平缓的地带承担运输工作。其实《三国演义》中的木牛流马也是被神化过的，更接近真实的木牛流马，保守说来应该就是今天在重庆某些偏僻山区还能见到的江州车。但说它就是江州车，似乎又有点低估了木牛流马作为诸葛亮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
也许木牛流马真的是一种原始的会自动行走的运输机械，而且载重量大，行走速度快。再说连弩，连弩则是一种在原有弓箭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种一次可以连续或同时射出10支箭的弩机。这个发明后来被魏国科学家马钧再次改进，成为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连弩的发明更是长时间亲临战场观战之后形成的一种构思。一般来说，黄月英作为一个女子，不大可能有机会亲临战场，而这些东西只凭着想象是很难被创造出来的。三国时代的女性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曹魏重臣辛毗的女儿辛宪英也出身名门，做了当时的世家大族杨家的媳妇。但是辛宪英在还没出嫁时就显露出过人的见识，因为曹丕不合时宜的表现，就提前预见了曹魏的灭亡。此后又帮助弟弟和儿子2次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成功避免了他的家族在乱世中卷进政治漩涡不能善终的命运。诸葛亮的知名度比辛毗高太多了，黄月英如果真的对诸葛亮的事业有过很大的帮助，史书中应该是会明确记载，而不仅仅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求证的传说。就是史书中没有记载，专门记载汉末襄阳地区名士们生活轶事的《襄阳记》中应该也会有所记载，但是《襄阳记》中只有关于诸葛亮和黄承彦的简短记载，而没有提到黄承彦的女儿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黄月英长期受到父亲耳濡目染的熏陶，应该还是有超越一般女子的见识的。最重要的是，黄月英身上一定有比容貌更能引起诸葛亮关注的一些方面。在小编来看，诸葛亮与黄月英的结合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诸葛亮在自己还没有出山之前，就已经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很清楚自己要寻找的伴侣应该是一个识大体、非常独立的女性。在那个时代，很多女性都需要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有些小女人对丈夫给予她的感情的要求是很高的，她们需要花前月下，需要甜言蜜语，但她们也许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她们的丈夫能够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黄月英绝对是一个心胸开阔，可以认同诸葛亮价值观的女子。2个精神追求一致、灵魂相似的人在一起才会幸福。第二，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点，诸葛亮看中了黄家的关系网。也许提到政治婚姻，很多人都会觉得太现实了，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寻找另一半时，当然要看另一半的家庭背景。诸葛亮家族也是高门世家，只不过他们从山东琅琊到了襄阳，又经历了父亲和叔父的早亡，家族似乎已经趋向没落了。但是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与刘表交情深厚，诸葛玄虽然在诸葛亮16岁时就去世了，但此时诸葛亮的2个姐姐已经分别嫁到了荆州的2个大家族蒯家和庞家。而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的姨妈正是刘表的妻子，那位在《三国演义》中主张将荆州献给曹操的蔡夫人。这样看来，诸葛亮娶了黄月英，就等于和黄家、蔡家和刘表都成了亲戚。当时的上流社会，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是很司空见惯的事。一个大家族，即便由于战乱等因素搬迁到其他地方，他们世代积累起来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源依然是不受影响的。诸葛亮这时需要和荆襄大族联姻，来加固自己在荆襄地区的根基，扩展自己的人脉。而黄月英也需要一个相比于家世更懂得欣赏他精神世界的男子来做他的夫君。第三，其实黄月英除了优越的家世背景和超越一般女子的精神追求，还有一点也是诸葛亮决定娶她为妻的重要因素。《襄阳记》记载黄承彦的性格只用了高爽开烈4个字，却足以概括这位老先生为人豁达开明、性格爽朗大气的特征。更接近真实的黄月英应该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嫁给诸葛亮是黄月英的幸运，但是这种幸运中却有很多的艰辛。由于夫妻2人长期分居，黄月英不但要忍受长久的寂寞，要一个人撑起半边天，很多时候还会悬着心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如果不是性格乐观、心境明媚的女子，黄月英还能为诸葛亮撑起一个稳固的后方吗？当诸葛亮在战场上，在繁忙的事务中投入他无限的热情时，黄月英必须独自挨过漫长而孤独的时光。所幸她是一个内心丰盛的女子，即使老公不在她身边陪伴，她也能过得丰富而充实。生逢乱世是不幸的，但是黄月英在少女时期能被父母保护得很好，过着十分顺遂的生活。出嫁时能成为诸葛亮的妻子，虽然2人经常处于长期分居的状态，很晚才有孩子，但是能尽全力支持老公的事业，进而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却是很多女子都不可能拥有的幸福。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